那最近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如何低成本的去搭建一个可以用 Docker 的轻服务器。那这里面指的低成本是指低时间成本和低预算。那一方面呢要考虑容易上手，另外一方面呢要考虑价格实惠啊，这个价格呢最好是控制在100元左右。那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我想了大概这么几种。那第一种呢是没有实体的产品形态，就是直接买一个 VPS 服务器，然后我们在 VPS 服务器上去部署这个 Docker 应用。不过呢，就是每年需要交这个年费。但是其实我的大部分 Docker 应用呢都是使用在局域网当中的，实际上放在公网上也没什么必要。就算是我需要外网访问的话，其实使用内网穿透工具就可以了。所以这种呢可能不太适合我，暂时作罢啊。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购买这个 X86 的电脑或者 X86 的公控机，那这种呢它的优点就是通用性非常的强，可选择的这个系统也非常多，包括 Docker 的应用数量呢也是全平台最多的，至少比 ARM 平台要多了。但是内存、硬盘这些全都加在一块儿，你会发现这个价格早就已经超100块钱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说你的预算非常充足，在450块钱以上的话，那么 X86 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可以说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那第三种呢，就是捡漏或者捡垃圾，当然也是 ARM 平台的，比如说去年比较火爆的这个黑豹 S2 啊，或者是上古时代的这个32位处理器的玩客云，那这些产品呢都是非常的便宜，但缺点呢就是需要刷机，给新手带来一定的难度，然后它的系统可选择范围也比较少，基本上只有 Arbin 这一种。然后这里面需要补充一句啊，就是捡漏或者捡垃圾的这种产品呢，它的价格是浮动的，不是说一直不变的。准确来说，它是一般都是上浮的。比如说去年买的这个黑豹 X2，那以前是85块钱，那现在可能135了啊，甚至更高。所以说，细心的小伙伴你会发现，这2年我很少去分享捡漏或者捡垃圾的产品，就是因为这些产品其实只是短期内给我带来一定的流量，但长期看来并没有对观众带来什么利好。因为观众在买的时候早就已经涨价了，所以有时候想想还不如那些明码标价一手产品来的痛快。那思来想去，结合预算、扩展性以及新手的使用难度，最后我还是选择这种巴掌大小的 ARM 开发版，我们的老朋友香橙派 Zero 3，它价格呢只有99元，再加上邮费这些，也就是100出头。然后 TF 卡的大小呢也可以自己随便选择，1GB 的内存跑一些 Docker 轻服务绝对是够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那个4GB 的版本，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必要，因为实测发现我觉得1GB 是够用的。然后它支持的系统也是非常多，包括标准的这个无邦图啊、Debian 这些发行版都支持，甚至还支持安卓系统，支持这个 4K 画面的输出。所以今天我们就使用这块小板子来搭建一个功耗只有 1.9 瓦的 Docker 轻服务器。好，那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目标呢，就是轻松的搭建一个新手可以用来玩 Docker 的服务器。官方支持的这个镜像或者系统非常的多哈，我们从众多的系统里面选择了一个无邦图 Server 版。那这个 Server 版呢，它比较有特点，它居然还带了 Docker， 就等于说我们开箱就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Docker 了，非常的方便。那我们今天目标呢，就是在这个小小的开发板上去实现这些功能，包括 Docker 最新版、OnePanel 的面板，然后文件管理器、小雅影音库，还有内网穿透等一些其他的服务。当然这个小雅影音库呢，并不是大家说的那个小雅全家桶，当然了它也有 WebDAV 的协议，就是比如说你用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其实都是可以访问的。如果说在外网访问的话，你需要安装一个内网穿透的工具就可以了。这个小雅影库呢，其实它对于我们的硬件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这么3个 Docker， 可以说这3个 Docker 呢应该算是3位一体。那么因为这个播放器一旦播放起来，就会转存很多的这个阿里云盘的数据，那所以说必须有一个清理工具。那小雅呢，其实也是在调用这个List 的 Docker 的一些数据，所以说它们3个之间可以说是3位一体，缺一不可的。然后搭建小雅的过程呢，可能需要我们提供阿里云盘的 Token、阿里云盘的 Open Token 以及自己转存的那个文件夹的 ID， 但是在我们的硬件上面并没有太高的要求。那这个小雅全家桶呢，实际上就不太一样了。同时呢，你可能还需要安装 Ambi 的这个服务、Jellyfin 的服务，还有这个相关的 TVBoss 的一些工具什么的，而且要求你的这个存储空间是160G。那我觉得在这块小板子上去实现这些功能呢，有点超预算了。为什么呢？因为160G 的空间呢，就要求我们去买一个256G 的 TF 卡，这显然呢不太符合今天的预算。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今天暂时不去讨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在其他的 X86 的公控机上，或者是一些比较大的机器上再玩这个全家桶。好了，那为了实现这些功能呢，我也是特地去开发了一个一键的快速脚本。所以说今天你只要会用我的脚本，就可以完成这些工作。首先呢，我们去香橙派的官网去找到这个 Zero 3的它的一些镜像地址。这边呢我们下载这个无邦图的。那么这个无邦图呢，其实它也
也是分为2个版本的，我们下载这个6.1内核的。那根据你的内存大小去找到相应的这些固件。然后我们这次用的是无光图的 server 版，解压之后呢是一个 MG 文件。这个解压工作呢一定要进行，如果不进行的话，你是烧录不成功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插好我们的 TF 卡，点击写入。好，那这个就是它的写盘的过程，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就插好 TF 卡，然后通电开机。那通电的时候它是一个红色的指示灯，那稍等一会儿它就会变成绿色。那变成绿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 IP 地址了。然后我们打开路由器的后台，点击这个网络 DHCP， 点击这个静态地址分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香橙派 Z03 的一个 IP 地址 192.168.66.106。好，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我这个脚本，它也是一个开源的脚本。如果你想看这个源码的话，你直接点开这个项目，你可以自己看一下。首先呢，用 SSH 连接到这个 Z03 的这个开发板，然后我们把这个命令给它复制一下。这边呢输入 SSH， 然后用户名呢注意哈是 Orange 派，后边的 IP 地址呢是我们刚才找到的那个 IP 地址，回车，输入 Yes 回车，然后这个密码呢也是 Orange 派，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IP 地址也是正确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粘贴这条命令，然后回车。因为我这个脚本是需要 root 权限的，所以在这边我们输入密码，这个密码呢还是 Orange 派。好了，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看到我这次的这个脚本的一个菜单了，大概有这么几个功能。第一项呢是更新系统软件包，那这一项是非常重要的。通常我们使用 Linux 的第一步呢就是需要把系统的软件更新到最新。好，我们输入1，然后回车。那这个过程可能会有点慢因为它需要大量的更新。我这个开发版它的一个发售时间呢应该是去年，所以它的一些软件版本还是停留在去年。那么这个更新的过程呢，大概用4到5分钟吧。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出现这种停顿的现象，我们就直接按回车，默认就可以了。同样的这个也是回车，一路回车就 OK 了。OK， 大概过了4到5分钟吧，那这样就已经把全部的软件包都已经更新了。然后我们按下回车键，那回到这个菜单，那这样的话它就是保持一个最新的版本，包括 Docker 的版本也是最新的。当然我们也可以退出看一下，我们在这边呢打印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打印之后呢 Docker Info 的信息，目前的这个 Docker 版本是 26.1.0， 那证明刚才我们的更新是有效的，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它是24的版本。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回到这个脚本。如果你再次执行的话，只需要输入这个.pi.sh。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第2项，就是文件管理器。因为咱们这个系统呢是没有界面的，所以说如果要进行一些文件的操作呀、复制啊、拷贝啊、新建文件夹等一些操作，没有一个文件管理器是非常不方便的。我们这边呢就输入2，回车。好，就是这么快，没错，现在已经把这个文件管理器装好了，这上面已经提示了安装成功。那么这个地址呢，我已经给你打印出来了，你直接在这边直接按下 Ctrl， 然后按下鼠标左键。那默认的用户名跟密码是 ADMIN。我们在这边呢可以新建文件夹，也可以删除文件夹。然后点击设置，我们可以切换语言，把这个语言咱们切换成简体中文。好 ，Update。好，这样的话大家看就比较舒服了，对吧？那这边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测试吧。那比如说在 MNT 下，那这边呢，我们点击新建文件夹，随便起一个名字，111，创建。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创建成功的，对吧？当然它的 UI 样式呢我们也可以修改。接下来呢回到这个界面，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3个选项。第3个选项呢是启动文件管理器，因为有的时候呢它这个文件管理器呢启动没有启动成功，我们可以再补一下，就是按下3也可以启动。那现在呢当然是可以启动的，按下3，现在是应该是已经启动的状态，等于说是一种补救措施吧。然后呢第4项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安装一个 OnePanel 的面板管理工具。那这个面板管理工具
原本是给运维的开发人员用的，但是呢，它也可以管理一些 Docker， 所以说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面板的。当然了，后面你也可以安装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CasaOS 的面板，只不过我个人觉得这个 OnePanel 这个面板就是更适合运维人员用，它比较专业，看日志也比较方便。好，我们输入4回车。这边呢它会提示让你设置一个目录其实默认的这个目录就可以了，直接回车就行了。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Docker 呢已经安装了，因为我们的系统已经自带了 Docker。下面的过程它会帮你安装一个 Docker Compose。默认的这个端口号呢是35457，可能不太好记。我这边呢就是输入10086。那下面是设置一个面板的用户，比如说我自己设置一个悟空。然后这个面板密码呢，你也可以自己设置一下。OK， 那现在这个 OnePanel 的面板呢，我们已经搭建好了。它在这边呢会给你回显一下你当前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这里要特别注意啊，就是我们访问的内网地址呢，应该是端口号后面加这个安全入口的一个选项。当然了，我们后期还可以把这个后缀去掉因为它比较麻烦。这个工具呢，本来是给运维开发人员用的，但是我们家庭使用好像没有必要这么安全。好，我们做一个测试，我们点击这个网址 ，OK， 那这样就进来了。用户名呢就是你刚才设置的，然后点击登录 ，OK， 这样的一个 OnePanel 的面板就已经非常轻松的搭建成功了。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应用商店，你可以在这里面下载你自己喜欢的一些 Docker 的应用。当然了，在这个容器那里面呢，你还可以管理你自己已经安装的一些容器，已经运行的容器，包括一些数据库都可以自己新建。那刚进来的时候肯定是需要一定的设置的。我们点击这个面板设置，首先我们把这个服务器地址设置一下。这个服务器地址呢，实际上就是你局域网地址。我这边呢是66.166，点击确认。好，其他的其实也不太用设置。点击这个安全，那默认情况下是有一个安全入口的，但是我觉得比较麻烦，所以说这边呢我们可以点击设置。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删掉，然后去掉勾选。好，这样的话下次我们再访问的时候就不需要输入这后边这一串了，直接输入这一串就可以了。这个呢当然是不太安全的，但是我觉得在家庭使用是没有问题的。这边我们点击主机，然后点击终端，好，我们在这边测试一下测试连接信息可用，然后点击保存。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在这个 OnePanel 这个面板里面去执行一些终端的操作，也是非常方便的。好，那这个就是 OnePanel 的一个搭建，非常的简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命令行。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忘记了这个 OnePanel 的信息，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输入5这个选项。好，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呢，它就会列出这个面板是怎么访问的，应该用什么样的信息去修改这里面都给出一些提示我之所以写这个第5项，就是防止你忘了这个 OnePanel 的信息。那第6个选项呢是安装小雅和小雅的转存清理工具。那实际上这是3个 Docker， 那只要提到 Docker 呢，其实都是分为2个过程的，一个是下载 Docker， 另外一个就是运行容器。那很多人呢其实就卡在了这个下载 Docker 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大陆的一些环境呢，有可能访问这个 Docker Hub 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说为了尽可能的规避这一类问题，我把这3个 Docker 都已经打包了大家可以在蓝豆云的这个网盘里面自己下载一下，其实也并不大，但是呢一旦卡住呢就非常难受。那这边呢其实我已经下载好了就是这3个。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3个给导入进去。我们点击导入镜像，那大家可以看到导入镜像的过程呢，实际上是需要一个本地的路径的一开始并没有所以说我们最好是先打开刚才的这个文件管理器。我们可以把刚才3个镜像呢
放在任意一个目录啊，比如说这个 MNT 目录啊，比如说我们放在这里吧，点击上传。我们今天用到的就是 Alice、小雅以及小雅转存清理工具这3个，点击打开。好，这样就传上去了。好，上传完毕之后呢，回到这个界面，我们点击容器，点击镜像，然后点击导入镜像。刚才我们放在了 MNT 下，不过它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每次导入镜像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啊，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呢只能一个一个导入。第2个导入镜像也是同样的一个操作，选中之后确认，点击导入，点击确认。好，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把刚才3个镜像都已经导入了，而且呢，我还把这个悟空的那个盒子助手也给导入了。后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只需要直接 Docker Run 就行了。然后我们这次再执行第6项，然后回车。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过程是非常快的。我之前说过，安装小雅呢是需要先安装这个小雅必备的依赖的，就是 Alice。那刚才呢，其实我们已经导入的 Alice 这个镜像了。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部署过程是非常快的，因为我们不需要下载了，直接就已经执行了。那并且呢，新版的这个 Alice 修改用户名跟密码呢，实际上是需要命令行的。那我这边为了减少你的这个工作量，我还是帮你设置了一下这个密码，我帮你设置成默认的 ADMN。那么现在呢，你可以安装小雅了。那这边呢，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试一下，看看 Alice 有没有真的安装成功。然后我们点击登录看一下。OK， 也是没有问题的。后续你如果想更改密码，你就在这个界面下去进行就可以了。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个界面，然后回车，还是执行第6项啊。这个时候呢，其实我是帮你去把这3个网址整理了一下。那么你只需要根据这3个网址的提示啊，去完成每一项就可以了。首先我们点击第1个网址啊，输入阿里云盘的 token， 我们点击这个获取 token， 然后它会出现一个2维码。这个时候它会提示你使用阿里云盘的 App 去扫描，扫描之后再点击啊，注意啊，先扫描再点击。好，现在我已经打开阿里云盘了，然后我们点击扫描。当你扫描结束之后呢，我们点击这个按钮。好，它这边就会显示获取 token 成功，然后下边这个值呢就是你的 token， 我们把它给复制下来，然后这边粘贴，回车，然后我们点击第2个网址，点击这个扫描2维码。然后我们还是同样的打开手机，然后打开阿里云盘的扫一扫，点击同意，提示授权成功。这时候呢，我们点击这个我已经扫描。好，那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个 refresh token， 我们把这个 refresh token 给复制下来。注意这个过程呢，有些浏览器可能会阻拦这个窗口，一定要注意。如果阻拦了，你自己手动释放一下，回到命令行，然后粘贴，回车。那最后一项呢是输入你的阿里云盘转存的 folder ID。首先我们访问这个地址。那如果说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你需要把这个别人的这个转存文件夹先转存到自己的阿里云盘。我们把它选中，然后点击这个立即保存。那我这边呢已经保存过一次了，所以就不需要重复保存了。如果说你没有保存的话，你点击这个资源库，然后你再保存到你资源库的这个根目录就可以了，点击保存就 OK 了。我这个过程呢就不重复演示了。那大家不要看这个地址啊，这个地址不是你自己的，是别人的，你需要访问自己的主页，访问网页版，那这个才是你自己的，然后选择资源盘，这个，然后点击进去。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后面这一串66开头的这一串就是你自己的 folder ID。 我再次强调啊，大家不要复制别人的 folder ID， 一定要复制自己的 folder ID， 然后粘贴，然后回车。这个后面的过程呢就不需要我们操作了。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小雅的部署过程是非常快的，它刚要去下载就已经成功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导入了离线包，所以它不需要再重复下载了。现在呢，不仅是小雅安装成功了，包括小雅的这个转存清理工具也已经安装成功了。等于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3位一体3个组件呢，全都已经安装成功了。小雅的这个播放器播放1分钟的数据之后，这个小雅转存工具呢就会自动帮你清理啊。所以说理论上你的这个阿里云盘不需要太大空间啊。像我这还买了会员呢，其实你不买会员也无所谓，因为它只要一播放就删除，只要一播放就删除。因为它首次使用呢，它肯定是比较慢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先回到这个 One Panel， 点击这个容器，
我们在这边可以确认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3个list 3个这个 Docker 容器目前已经正常运行了。然后在这个小雅这个地方呢，你还可以看一下目前的日志，这边就是它正在运行的一个日志。那可以看到它正在初始化所以说你刚搭建成功的时候不要着急去访问，因为它首次启动需要扫描数据库，日志都跑完了之后你再去访问，否则的话肯定也是出现那种异常的现象。所以说这就是我为什么非常喜欢这个 OnePanel 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看日志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带了这个追踪的功能。当你选择不追踪的时候它就不会跑，当你点击这个追踪的时候它就跟随着一起在跑。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开发运维人员，我们耐心等待5分钟左右，等他把所有的日志都跑完之后再去访问。好，那经过大概3分钟的时间吧，大家可以看到右侧的这个日志呢已经不动了，那说明它已经全部都已经扫描完毕了，它的数据库呢已经更新到最新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访问它刚才这个网址了。我们也可以在这个面板上直接选择这个5678这个端口，直接跳转。好，大家可以看到直接就访问成功了。所以说很多小伙伴遇到的一些问题呢，往往是这个数据库还没有扫描完，它就直接访问了，那当然是不行的。所以你要记住，每次这个 Docker 重启的时候，尤其是小雅这个数据库需要更新的时候，那大家先不要去访问，等它已经更新完毕再去访问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就可以看到小雅的整个的所有的这个影音库都在这边，我们这边也可以自己测试一下，看看它能不能正常播放。好，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快进看一下，都是没问题的这里有版权的原因我就不再演示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小雅影库的一个搭建过程，实际上对于你的机器没有太多的门槛。那么小雅的这个每次播放呢都会产生一个缓存，然后存在这个小雅转存文件夹里面。但是刚才我们播放这个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并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已经清理掉了。怎么来证明它确实是工作的呢？好，我们点击 OnePanel， 点击这个小雅转存清理工具，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日志。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日志里面有一个项就是开始清理、彻底删除大家可以看到什么右键逍遥第15集。刚才我们播放的就是第15集，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呢这个小雅转存清理工具已经帮我们删掉了，所以说整个过程呢几乎都是无感的，就等于说你一播放它就帮你删掉，一播放就帮你删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看不到这个缓存的，也不会占用你阿里云盘的空间。好，当我们搭建好这个影库之后呢，肯定是需要用播放器去播放的。那其实你的手机电脑平板都是可以访问的，因为它都是支持 WebDAV 协议的包括它用户名密码呢，这边已经列出来了。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吧。那比如这个免费的软件，这边呢我们点击这个文件源，然后点击添加。大家可以看到右侧呢就有这个 WebDAV 的协议。那具体的填写过程呢，我给大家截个图吧。包括你的服务器地址端口号以及用户名密码都填写正确尤其是这个路径要填写正确。然后最后呢点击添加按钮就可以了。添加完成之后呢，可以读取出你这个小雅影库的所有目录，然后呢根据你自己个人喜好吧，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只想看这里面的一个分类，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类给勾选一下。那这样的话这个源就已经添加进来了。那当你把这个数据源添加好之后呢，其实它正在搜刮，因为这个搜刮的过程呢也是会占用这个缓存的空间的，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可以刷新看一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转存空间呢就占用了一部分，但是大家不需要着急，刚才我说过我们这个转存清理工具呢它会自动帮你清除所以说尽管这个搜刮过程会占用你的空间，但是因为这个全自动工具呢非常给力所以说这一切的过程呢都不需要你操心。好，那这个搜刮的过程就不给大家演示了。当你搜刮完毕之后呢，你就可以在这边自己进行播放了。不同的这个播放器呢可能添加的这个过程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呢它都是大同小异的，只要你信息填写正确就 OK 了。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个内网穿透的问题。如果说你不在家或者在单位，你想访问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小雅影库，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局域网的地址，所以需要内网穿透工具。那这里面介绍的一个免费的好用的内网穿透工具叫 Cpolar 这个工具，我觉得还是挺好用的，而且它的免费版的这个使用功能呢，我觉得绝大多数人也够用了。默认是永久免费的，是这个1兆的代
带宽啊，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1兆带宽不够用哈，因为我们实际上播放影片的时候是不需要它穿透的。比如我们看到这个阿里云盘的这些影片，实际上是在云盘里面的，云盘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是不需要穿透的，我们顶多是穿透一个网页，所以1兆的这个带宽是足够的啊。再有就是它支持4个隧道，那所谓4个隧道呢，就是说你可以映射4个端口都可以啊。它有一个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24小时这个域名会变一次，但如果说你是临时用一下，其实根本就无所谓了。那首次使用呢，需要先注册一下，点击这个免费注册。那么注册的过程中呢，实际上你就需要填写用户名、邮箱就可以了。那这个联系电话呢，不是必须的，这个可以不填。那这里边我已经创建账号了，直接登录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看到邮箱就可以登录，不需要手机号。登录之后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正常的一个安装流程呢是下载这个客户端，对于我们来说是这个 Linux。那这些过程呢我都已经集成在脚本里面了，所以其实不需要你看它的这个文档了。当然了，如果说你想深入的了解一下或者学习一下 Cpolar 这个内网穿透工具，那么你也可以看看它的这个官方的教程。最终呢它会实现这样一个效果，这个就是我内网穿透之后的回车。那下面就说一下这个域名是怎么做的。那同样呢，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脚本，我们选择第10项，安装内网穿透工具。好，那这个时候它就已经把它给装好了，实际上是一2进制文件。这边已经提示了我们要访问这个网址来复制你自己的这个 author token， 这就是我隧道的一个 token，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下来，然后在这边粘贴。剩下的过程呢都是全自动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日志，其实我做了以下几项工作。像这个系统添加这个 Cpolar 服务，然后启动 Cpolar 服务，还有就是目前 Cpolar 服务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这边会给你一个提示啊，就是我们可以访问这个地址，就是内网的这个地址来创建隧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目前创建的几个隧道，1个、2个、3个，它一共可以创建4个隧道。作为免费版，我觉得是完全够的。那这边为了方便演示，我把我之前创建的先把它删掉。我们点击创建隧道就是这么简单哈。比如说小雅 list 这个名称你可以自己随便起哈。然后端口号呢是5678，然后其他就不用选了，因为我们是免费版的，是没有权限去选这些域名的。如果你是收费版的，是可以选这些域名的。好，我们点击创建。好，那右上角就会提示创建成功。没错，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了，你还可以创建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再创建一个比如说文件管理器吧。因为我们的文件管理器默认是8080，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端口穿透就可以了。我们点击创建。好，这样也创建成功了。我们先创建2个，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吧。其实一共可以创建4个。然后点击这个状态，点击这个在线列表。好，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就是Cpolar 给我们默认分配的一个公网 IP 地址，它是一个随机的，24小时呢会变一次。我们先测试一下这个文件管理器吧。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就已经穿透了，直接进入到我的这个Z03的这个开发版的文件管理器界面了。登录没有问题。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做到不在家的时候也可以访问到我们这块开发版的这个文件管理了同样我们再看一下小雅小雅也是这2个地址你都可以访问。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小雅的这个分类的这个外部页面呢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我们随便找一个视频播放看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一点都不卡顿。为什么不卡顿呢？我先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内网穿透的仅仅是这样一个网页，而这个播放器调用的是阿里云盘的数据，所以其实我们不需要很大的水管，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我们哪怕是快进快退，它的速度都非常快这不是因为这个内网穿透的带宽有多大，实际上这一部分是不需要穿透的，因为我们播放器调用的是阿里云盘的数据，所以它可以做到非常的快。这也就解释一下，其实大家也没有必要花那个冤枉钱。当然了，穿透这个端口之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也可以在播放器里面去添加这边也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吧。那同样呢，我们还是添加 WebDAV。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添加的这个 WebDAV 呢，实际上是一个远程的做一个对比，这边写一个外面的 WebDAV， 这个就是公网的地址。然后这个端口号不用变千万不要画蛇添足，这个地方就是80。如果是 HTTPS 的话，这边是443，都不要动。OK， 点击添加。好，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内网穿透即便我们在外面的时候，也可以访问我们这个开发版里面的小雅的影库
其他的操作跟刚才是一样的，我就不在这里重复演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Sepoler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免费的工具。然后它的这个网站的地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区，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自己可以注册一个账号。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小雅的这个 Docker 的一些参数的修改。比如说第7项、第8项和第9项，有可能我们某些同学就是手一抖把这个 token 给写错了或者说把这个 open token 写错了或者说把这个转存的文件夹 ID 给写错了。因为我看官方的这个文档里面并没有单独修改某一项，所以说我把它集成在脚本当中。如果说你单纯的就是 token 填写错了，那你只需要单独去修改这一项就行了。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修改这个文件夹的转存 ID，我们输入9回车，然后这边它会提示你，让你访问这个网址，然后转存到自己的文件夹中，然后再填写。这个是最容易出错的。访问这个地址之后呢，它把这个文件夹打开了，然后填写的是这个 ID， 那这个 ID 呢实际上是别人的，是错的。我们应该把它转存到自己的这个目录，点击立即保存，然后再保存在这里才对。正确的方法是访问自己的网页版，找到资源库，找到小雅转存目录。好，我们把这串地址复制下来，打开命令行，然后粘贴，回车。好，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值呢已经成功的更新了，它会保存到这个文件里面。然后我这边会告诉你，你要重启这个小雅的容器才会生效。这个怎么重启呢？还是打开这个 One Panel， 然后点击容器，我们勾选一下这个小雅，然后点击重启，点击确认。那这样重启之后呢，刚才我们修改的这个参数就已经修改了。那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盒子助手 Docker 版这算是我一个小小私心哈。我们再普及一下，输入11非常快呢，就已经运行成功了。为什么会这么快呢？因为其实这个镜像呢，刚才我已经导入进去了，然后呢，可以通过这个网址验证一下你的这个盒子助手是否安装成功。OK， 那出现这个界面就说明已经安装成功了这是我的教学视频这是使用文档，你都可以点击进行查看。同时呢，打开 One Panel， 点击容器，看到这个 TP Helper，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盒子助手。打开一个终端，然后点击连接。那这边呢，输入.tv.sh。好，这个就是我的盒子助手。那至于说这个盒子助手 Docker 版怎么使用，可以查看我往期的这个视频。好了，那截止到目前呢，那这个脚本我基本都已经讲完了。那今天视频用到的 Docker 离线包和相关的网址呢，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的评论区。那今天的视频呢，算是一种抛砖引玉。其实类似这样的开发版呢还有很多，大家可以自行搜索。其实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让你对 Linux 系统产生一点兴趣，因为它其实可以做很多有趣的事情。我知道中年男人赚钱都非常不容易，那么这个价格比较便宜的小开发版呢，就算是我们的一个玩具吧，希望给忙碌的你带来一点乐趣。好了，那感谢你看完我将近半个小时的视频，让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